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肠道干燥、总是便秘的情况。那偶尔便秘没有什么，但如果长期便秘就要重视了，会给身体造成很大影响。那便秘该怎么缓解呢？今天给大家推荐2种叶子。第一种，桑叶。桑叶大家都很熟悉，养蚕的时候经常会用到。其实桑叶呢也是一种中药材，其中含有矿物质成分，能促进肠胃吸收、润肠通便，所以经常用桑叶泡水喝，可以缓解和预防便秘发生。第二种，荷叶。荷叶属于草本植物，药用价值也很高。荷叶中富含生物碱、纤维素等物质，有利尿消肿、分解脂肪、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。那经常便秘的，用荷叶泡水喝，不仅可以缓解便秘，还有减肥瘦身的功效。如果将这2种叶子放在一起泡水喝，效果呢会更好。便秘的危害大家是不能忽视的，除了食疗的方法外，还要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，适当的进行运动。没事多喝水，还有呢饮食也要多注意，这样可以保证肠道健康，预防便秘发生哦。洗澡，很多人认为是很简单的事情，洗洗就得了。其实洗澡也是有讲究的哦，尤其呢是洗澡的时间，要尽量的避开下面这3个时间。第一个，运动完之后。运动完后我们的毛孔呢是处于打开状态的，如果着急去洗澡，很容易呢让湿气进入身体，不利于健康。所以大家运动完可以呢先休息半小时，然后再去洗澡比较好。第二个，早上起床后，这个时间也是不适合洗澡的，因为早上温度呢比较低，如果这时洗澡，很容易让湿寒之气趁虚而入，所以大家也要尽量的避开。最后一个，晚上10点以后，那这个时间温度也是很低的，而且身体的阳气也处于下降状态。如果洗澡容易赶跑体内阳气，让湿寒之气有机可乘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呢，不管男女，洗澡的时候尽量避开上面这3个时间吧。肺部是我们重要的呼吸器官，如果肺部受到损伤，势必会影响身体的健康。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好好的养肺，养肺也就是养寿。那该怎么养呢？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下面来看一下。这个方法就是拍打中府穴。我们要先找到中府穴，在我们锁骨下面有个三角窝，在三角窝往下隔一个肋骨就是了。中府穴属手太阴肺经，按摩时5指并拢，用手指拍打2侧的中府穴，力度适中，每次拍打3到5分钟。经常拍打中府穴具有宣肺理气、清泻肺热、止咳平喘的作用，能够帮助保护肺部，让身体更加健康。平时没事的时候，也可以按摩中府穴，对肺部有保健作用。按摩时用手指指腹稍微用力的按揉2分钟左右就行，对身体健康也大有益处。黑米相信大家都熟悉，不仅吃起来很香，营养呢也很丰富。经常吃黑米对身体呢还有好多的好处，很多人不知道。长期吃黑米对减肥有帮助，因为黑米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膳食纤维。经常吃可以改善便秘，而且还有很强的饱腹感，非常适合减肥的人吃。长期吃黑米对肾脏健康有益，中医认为黑色入肾，所以呢黑米对肾脏健康也有很大帮助。经常吃黑米能够起到养肾补肾的效果。长期吃黑米能够保护心血管。黑米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提高好胆固醇的含量，所以呢对保护心血管有很好的作用。虽然吃黑米好处多，但一类人最好一口都不要碰，那就是消化不良的人。如果吃多了，容易给肠胃增加负担，引起肠胃疾病。这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很多人都不注意日常饮食，使血管出现堵塞、老化的情况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当血管出现堵塞时，很多人认为那就多吃一些洋葱和木耳吧。但是相对洋葱、木耳来说，下面这种食物对保持血管弹性、清理血液垃圾、延缓血管老化效果会更好一些哦。这种食物就是苦荞。苦荞是一种常见的粗粮，其中含有大量的芦丁。芦丁具有抗氧化性，可以阻止血管受自由基的侵害。那经常吃一些，可以帮助延缓血管老化，对保护血管有非常好的效果，可以说是血管的清洁工。
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，由于年纪大了，所以更应该好好的保护血管的健康。那不妨呢多吃一点苦荞。除此之外呢，还要多注意运动锻炼，平时在饮食上多吃蔬菜水果，时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这样有助血管健康哦。阳气不足又称为阳虚，对身体健康呢很不利，经常表现为怕冷、下肢浮肿、精神不振、腰膝酸软等，所以要及时的调理。那在我们身上呢有2个生阳点，大家可以经常的按摩一下，对补充阳气有帮助。1. 拍打脚心，在我们的脚底有个涌泉穴，当脚全足时的凹陷处就是。那经常拍打这里，可以帮助补充肾气和肾阳。按摩时用手掌拍打就行，每次拍打100下，或者用大拇指按揉，这样刺激涌泉穴，对缓解腰膝酸软、畏冷怕寒、下肢浮肿都有很好的效果。2. 拍打头顶，在头顶有个百会穴，在两耳间连线和正中线连线的交点处，按摩百会穴可以打通阳经，生发阳气。按摩时也是用一只手轻轻的拍打100下就行，或者用手指指腹顺时针按揉，对改善头晕、精神不振、失眠多梦有好处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晚睡晚起与早睡早起有什么不同？哪种人更长寿呢？现在就来说清楚。先来说早睡早起。早睡早起对身体的休整非常的有好处，因为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肝的排毒时间，凌晨1点到3点是胆的排毒时间，而凌晨3点到5点是肺的排毒时间。如果每天能够保证充足的休息，作息有规律，那早睡早起可以调节好人的精神状态，对身体新陈代谢和排毒也有帮助，这样也有利于长寿。再来说一说晚睡晚起。晚睡晚起呢，很容易引起排毒的紊乱，影响人的生物钟，还容易导致内分泌紊乱，抵抗力下降，对身体健康呢是不利的。但如果能调整好睡眠环境，保证7个小时的良好睡眠，那么应该也就没有什么问题。总的来说不管是早睡早起还是晚睡晚起，都要保证7个小时的良好睡眠，并且呢要保证规律的睡眠，这样对身体健康才有帮助。那最后提醒大家，晚睡晚起呢并不是什么好的习惯，建议处于青少年阶段的人最好呢不要有这样的习惯。阳气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如果想让人体正常运作，那么是离不开阳气的。如果阳气不足，那么人也很难长寿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有很多行为都在损耗阳气，快看看你是不是也有。第一个行为，长期吹空调。随着空调的普及，炎热的夏天，很多人喜欢待在空调房内，尤其喜欢让空调直吹自己。如果这样时间长了，很容易影响血液循环，导致寒气入侵，有损阳气。第二个行为，长期熬夜。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很大，而且也很损耗阳气。如果身体长时间得不到休息，阳气下降，诸多疾病也会找上门，不利于人长寿。所以如果不想损耗阳气，上面这2个行为最好不要有。除此之外，想要守住阳气，还有2个小方法，大家不妨试一下。第一个是多用热水泡脚。如果每天坚持用热水泡脚15到20分钟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同时刺激到脚底的涌泉穴，对增强人体阳气有很大帮助，同时还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，预防疾病的发生。第二个是多拍手。拍手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，人人都会。在我们手上呢有很多的穴位和经络，经常拍手可以震动阳气，推动全身的气血运行。每天拍手5分钟左右就行，对补阳气有很好的效果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